特朗普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，并警告称，此举有可能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。懂王果然是真懂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全少。特朗普曾被中国网友戏称为“懂王”，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，在涉及影响全球战略格局的事件上，他还真的比拜登靠谱。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所引发的台海军事危机，特朗普明显要比拜登更懂。我们先来看看拜登的观点。他在回应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而引发的台海危机时表示，我并不担心台湾，我担心中国大陆目前这样的军事行动，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。他对佩洛西窜访事件的态度是，这是他的决定，明明佩洛西引发了一场军事危机，可拜登的态度好像无所谓，又好像自己选择了躺平。这样的处理方式，美国在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上也选择了顺其自然，结果引发了现在的俄乌军事冲突。当时普京希望北约和美国承诺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，结果拜登表示，是否加入北约是乌克兰的权利，美国不会阻止。可见，正是因为拜登政府的不作为，或者是乱作为，从而导致现在的俄乌冲突，让欧洲经历了一场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，而美国也在这场冲突中被严重消耗。拜登忘了自己佩洛西同属民主党，为了所谓的政治正确，放任佩洛西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。最终，解放军用实际行动教育了美国，改变了台海现状，甚至让美国不得不同时面对2场危机：中国对佩洛西和美国政府的反击，中美关系的严重恶化，都是对美国信誉的一次重击。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危机，甚至是引发中美军事冲突。相比较而言，特朗普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表现得好像更靠谱。特朗普在德克萨斯州举行的保守党会议上称，我们可能会迎来第3次世界大战，因为无能之人正领导着我们。特朗普强调，如果美国是在他的领导下，乌克兰就不会发生冲突；如果是他来当美国总统，台湾就不会发生冲突。特朗普的意思非常明确，如果美国自己能够阻止佩洛西挑衅中国，那么台海危机就不会爆发，世界呢也不会迎来第3次世界大战的风险。当然，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，是为了拉升共和党的选情的需要。但是呢，他的说法也的确有一定的道理，往往就是基于相互缺少战略信任。拜登的做法是在危机出现之前不处理，等事态严重之后再想挽救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像俄乌冲突，美国明明可以在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给一句承诺就能避免危机，而他们偏偏不作为。而佩洛西窜访台湾地区事件也是如此。拜登如果主动给佩洛西打个电话，表达自己不愿意他窜访的意愿，那么后面的事儿也就不会发生。佩洛西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，但是台海的局势已经被改变。用特朗普的话说，是佩洛西给了中国机会，成就了中国的梦想。中国大陆要完成两岸的统一，有时候还真需要这样的机会，因为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对争取国际舆论战的胜利非常重要。特朗普可能在2024年回归，那么他未来的对台政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？两岸的统一真的会等到2024年吗？或许佩洛西事件已经加速了中国统一的到来，美国人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